大号李灿，今天咱们聊聊为什么好像你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去学习中文，但是你的中文水平却一直停滞不前，或者说只是非常缓慢的前进呢？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你学习中文的方法是有误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上学的时候，都有这么一种学生，他老师上课的时候特别认真听讲啊，把老师的笔记都记得特别清晰啊，每一条每一点都记了。然后呢，在课本上也用不同的颜色啊，把这些重点啊什么的画下来。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学生往往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我们很多时候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好像我写了或者我看了，就代表我学了，就代表我学会了。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学习中文的一个方法论上错误的地方，就是其实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困境吧。因为我们人脑是非常非常懒的，我们都会寻求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学习任何一门东西啊，特别是现在这个互联网啊，特别便捷，能提供的语言材料也特别特别多啊，像这个 YouTube 上的 Instagram 上的啊。但是大家扪心自问一下，你通过这些语言材料真正学会中文了吗？你的中文水平提高真的那么快吗？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一个视频我看过了，就等于我学过了，就等于我学会了，我就心安理得的觉得好了，我今天的这个学习已经可以了。或者我把一段文字我抄下来，非常非常认真的抄写下来，或者用不同的颜色的笔啊，把这个拼音还有这个汉字都用不同的颜色的笔标记下来啊，我觉得我非常非常认真啊，我也每天花费了1个小时去写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一定会收获颇丰的。中文肯定啊，假以时日我肯定能学好的，但这个假以时日似乎有时候被拉得太长了，对不对？为什么？还是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你学习中文的方法可能是错的，你的劲儿使在了错误的地方。那很多人就会问老师，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啊？其实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和研究的这么一个方向啊。我觉得学习语言一定要对抗自己的天性啊，一定要让自己比较痛苦，一定要采取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呢就是回想回忆。比如说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呢，不是很长的，1-2分钟吧，短短的啊，这个上面这个博主讲一些话，我觉得挺有道理，而且好像是一个学习语言比较好的材料。那么看完视频之后，我们能不能去回想一下他是怎么说这么一个话题的？这个时候我们尽量去回想他怎么说的原话，同时有些东西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代替，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类似的意思。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真正学会这门语言一个关键，就是我们需要去运用，我们需要去回想，我们需要回想人家是怎么说的，他说出来哪些地方我们是可以吸收的，同时我们需要融会贯通，就是自己脑子里其实已经储存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去调取出来，然后应用出来。就是一方面我们尽量的去回忆他是怎么说的，我们尽量去复刻它；另一方面我们想想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怎么去说同样的话。再进一步，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是怎么说，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说同样一个话题，如果是我去面对这么一个问题的话，我用这种目标语言我是怎么去表达的，这样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你的语言才能真正得到锻炼，真正得到运用。而且同时就是你所看的这个视频，你才是真正的学到东西了。因为你越是回忆比较痛苦比较累，你记忆的越是深刻。说实话，语言学习啊，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记忆。为什么小孩子其实比大人学习语言呢更快啊？就他们的记忆更深刻。但还有一点啊，小孩子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种特性啊，就不疯魔不成活啊。比如说他们特别喜欢一样东西，他们一定会反反复复的去听去模仿。比如说我儿子最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一个英国动画片叫 Number Block，
就是讲一些数字啊、加减乘除啊这些，但是比较有意思啊，用故事串起来，说的是英语嘛，他特别喜欢。然后每一集动画片他都会反复去看啊，看完之后他是真的把里面这些语言点给吸收了，他会去记住他们，因为看得多就记住，而且是这种可理解性的输入啊。最近吧，我突然看到的成果啊，就是我每天晚上可会陪他玩1个小时到半个小时左右吧。这个时候我们俩就用英语对话交流，我们玩这个数字的这个 number block 的游戏。我和他沟通交流的时候，他全程和我用英语说话，而且他确实是可以表达自己心中一些想法的。那些东西其实我根本没有教过他，他完全是通过看动画片反复的去看，然后真的把他们记住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反复看不是那种很死板的反复看，是真的去理解其中的意思。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当时啊，他就是下 iPad 下了一个应用啊，是这个 number block 用法语这样说的，因为当时英语那个版本上有问题啊，他就在那玩了玩，结果他把法语的这个从1到15的数字都记住了。后来我就说，那我在 YouTube 上给你找一集法语的这个动画片看一看，找了一集，他其实很熟悉，就是对英语原版的他已经特别熟悉了。人家在说法语的时候，他把英语能完全复述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学习语言的时候，就是我们大人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应该真的去学习孩子的地方，就是我们真的有没有真正的去好好利用这个语言材料。我们不要贪多误得，觉得我今天看了好多中文的视频呢，我就一定会了，没有这么回事儿。找到你比较喜欢的博主，反复的去看他的这些视频，一些比较简短的、短的，我觉得短视频其实挺好的，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而且每一期短视频如果只是讲一个观点的话，会比较好一些，对不对？这个时候试着去复述你听到他是怎么诉说这么一个点的，同时最后再想一下，假如是问我这么一个问题，我用中文会怎么去想。其实我觉得这是学习语言里头需要的有一个步骤，就是精读、精听、精看、精学。对，因为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时间，认真的去学习，只是一小部分东西，但是这一小部分东西我们必须吃透来。但同时我觉得其实这个未必就够了啊，因为我们其实也得知道，就是孩子们学习语言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输入大量的这个语言，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需要这个精听和泛听结合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做大树中文的这么一个目的啊。大树中文是非常自然的，平常我们说话这种口语啊，这个大树中文其实我很多时候不建议大家用来就是细抠一点点去学其中的知识点，而是把它当做一个泛听的材料，就是我让自己只是沉浸在这个内容里。我们也需要这种时间去学习，去接触这种语言材料。在精读精听的时候也需要泛听啊。这个时候比如你在做饭的时候呀，你在通勤的时候啊，在跑步的时候啊，我觉得都可以去听，一听的话半个小时1个小时都可以。这个东西也让你会形成真正的中文的语感。